这次课讲荀子。荀子本名叫荀况，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代表人物。荀子在稷下学宫待过一段时间，受黄老道家的影响很深。所以虽然荀子是儒家的，但他的思想跟孔子、孟子有很大差别。荀子哲学要点，在存在论方面，荀子讲天道，主要有天行有常，天人相分。人性理论讲化性其伪。治国方面主要是原法入理。天道观，荀子认为天行有常，宇宙是按照一定规律来运行的，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主宰者。天地合而万物生，阴阳结而变化起。天地结合，万物产生，阴阳相互作用，万物就有了变化运动。万物的生化是自然而然的，并没有一个人格神。当时的人喜欢把一些罕见的天文地理现象看作是神的启示，比如流星、地震之类的。荀子就反对这个。荀子认为自然界的一些罕见的天文地理现象仅仅是罕见而已，它跟上帝的意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星坠木鸣，国人皆恐，曰是何也？吾何也？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可也，而谓之非也。流星坠落，树木作响，国都里的人都很恐慌，说这是什么？回答说没什么，这只是天地的变化，是自然界出现的特殊现象。大家认为这种现象奇怪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害怕就不对了。自然界各种怪异现象都是天地阴阳运动变化的结果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然后天人相分，就是把天和人分开。既然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，人们就不应该将其神化，而以天来干扰人间的事物。流星啊、地震啊都是自然现象，不是说有个神在给人们某种启示，天是不会干预人事的。社会治乱的原因只能从社会本身来寻找。人的福祸夭寿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，不是由上天决定的。寿时与治世同，而殃祸与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，故名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之圣人矣。天时好的时候风调雨顺，天时不好的时候就有各种灾祸，比如洪涝灾害什么的。天时不好的时候不能埋怨天，这只是事物的规律，不是天在惩罚你。明白了这种天人之分，你就是圣人了。荀子把天去人格化，认为天不过是规律而已，而人呢，应该善于利用这种规律，这就是知天命而用之。大天而思之，属于务虚而治之；从天而送之，属于知天命而用之。与其尊崇天而思慕它，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着它呢？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，哪里比得上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？天有其时，地有其才，人有其智。夫士之谓能参，舍其所以参而怨其所参，则祸矣。天有四时变化，地能长出庄稼，人能利用天时地利对万物进行治理，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参与天地的治理。放弃人的主动治理，而寄希望于天地鬼神的保佑，那就是糊涂了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。自然界完全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的，既不因人世间有好的统治者而存，也不因人世间有坏的统治者而亡。人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，才能取得好的结果，反之违背自然规律，一定会遭殃。荀子的天道观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。道家的天是自然之天，规律之天，是自然规律；儒家的天是命运之天，道德之天，是多少有一点神话这个天的。荀子的天道观呢，就比较接近道家，所以很多人说荀子不是儒家，这个说的也有道理。天道就说完了，然后是荀子的人性理论，性伪之分。之前讲孟子，孟子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，
荀子与孟子相反，荀子思想的基础是性恶论。孟子曰：人之学者其性善，曰是不然，是不及之人之性，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。孟子说人们要学习的是本性的善良，荀子说孟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孟子还不够了解人的本性，而且也不明白人的性和伪之间的分别。什么是性和伪呢？先说性，性就是人的本性。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性者本始才朴也，生下来就这样的，天生如此的素朴才智就是性。人生下来就有的素朴才智是什么呢？荀子说是本能的欲望。若夫目好色，耳好声，口好味，心好利，骨体肤里好语义，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。眼睛喜欢好的颜色，耳朵喜欢好的声音，嘴喜欢好的味道，内心喜欢利益，身体喜欢舒适安逸，这些都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东西，都是人的自然欲望，是人的本性。荀子的性和孟子的性在具体的所指上是根本不同的。荀子的性指的是人的本能，是人天生就有的，自然就有的，主要指的就是欲望。孟子的性指的是道德，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，是生命的最高目标。荀子认为人的本能如果不受节制，任其发展，就会产生恶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，因循着这种本性，争抢掠夺就产生了，推辞谦让就丧失了。生而有极恶焉，顺势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。人一生下来就有嫉妒仇恨的心理，因循着这种本性，残杀陷害就产生了，忠诚信实就丧失了。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声色焉，顺势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人生来就有爱好声色的本能，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看好看的，因循着这种本性，淫荡混乱就产生了，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就丧失了。如果人人都不控制自己的原始欲望，那人就变成野兽了，这就是荀子的人性本恶。那什么是伪呢？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。人们通过思虑不断积累，经过反复练习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，这就是伪。夫感而不能然，必且待事而后然者，谓之生于伪。那些并不由先天的感觉欲望形成，而是要依靠后天的努力才能形成的东西，就叫做伪。伪就是后天养成的一些东西，它是和本性相对的。你看伪这个字的字形，人为，人为就是伪。荀子区分性伪，主要是想说明人并非具有先天的善性，善性是后天养成的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。人要通过新的思虑抉择能力来对本性进行矫治，这就是化性其伪。今人之性，饥而欲饱，寒而欲暖，劳而欲休，此人之情性也。人的本性是饿了想吃饱，冷了想穿衣，累了想休息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，将有所让也；劳而不敢求息者，将有所待也。如果人饿了，但年长的不吃，自己也不敢先吃，这是为了要谦让；累了却不敢要求先休息，这是为了要代替长辈劳动。夫子之让乎父，弟之让乎兄，子之待乎父，弟之待乎兄，此二行者，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。然而孝子之道，礼义之文理也。儿子对父亲谦让，弟弟对哥哥谦让；儿子代替父亲劳作，弟弟代替哥哥劳作。这两种做法都是违背了人的本性，背离了人的性情的。但是这是孝子遵循的原则，是礼义的制度。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，辞让则悖于情性矣。所以依从人的性情和本性，就不会有谦让了。有了谦让，就违背了人的情感本性了。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施法然后正，待礼义然后治。
人的本性邪恶，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，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。今人无师法则偏狭而不正，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。人们如果没有师长和法度，就会偏显邪恶而不端正；没有礼义，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。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狭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。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，认为人们是偏显邪恶而不端正，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。是以谓之其礼义之法度，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。使皆出于智，合于道者也。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仪，制定了法度，用来整治人们的性情而端正他们，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而引导他们，使他们都能遵守秩序，遵守道德原则。化性其伪，就是通过礼仪法度对先天本性进行规范。荀子的人性理论就说完了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讲荀子的治国理论。